2023年，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大卫·辛克莱做了一项震惊全球的实验，并将其发表在顶级科学期刊《Cell》的封面上。他们找了一对双胞胎老鼠，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然后实验人员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术，切断了其中一只老鼠的 DNA 修复路径，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表观遗传噪音。结果在短短几周内，这只老鼠发生了断崖式的衰老，毛发变白脱落，眼底充满白内障，大脑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肌肉萎缩，步履蹒跚。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濒死的老年鼠，而它的兄弟依然年轻力壮，皮毛油光水滑。紧接着，最疯狂的一幕发生了，辛克莱团队给这只早衰的老鼠注射了一种被称为山中因子的基因编程病毒，并喂食了抗生素来开启这个开关。奇迹出现了，这只瞎了、老了、痴呆了的老鼠在几周内逆转了时光，它的视神经重新长了出来，视力恢复，肌肉重新充盈，耐力恢复，大脑的认知水平回到了年轻状态，它变回了年轻时的样子。这项实验彻底推翻了医学界沿用了几百年的磨损理论。过去我们认为衰老就像汽车轮胎磨薄了，发动机积碳了，是物理损伤的积累，是不可逆的。但辛克莱教授用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衰老本质上是信息的丢失。你的身体里有一套完美的出厂设置 DNA， 这套代码记录了如何构建一个强壮的血管，一个敏锐的大脑，一个高效的免疫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环境毒素、压力，读取这套代码的光头脏了，出现了一层层的表观遗传噪音。细胞读不懂代码了，所以它忘了如何去修复血管，忘了如何去燃烧脂肪，忘了如何去抵抗病毒。好消息是，原始代码 DNA 永远在那里，没有损坏。只要我们能擦除这层噪音，重启读取机制，身体就能重新下载年轻程序，实现物理层面的逆生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物骇客技术。不管是亿万富翁还是普通人，我们的身体里都内置了9个重启开关，它们能直接清除表观遗传噪音。但不幸的是，现代文明提供的极致舒适、24小时的饱腹感、恒温的空调房、软底的运动鞋，把这些开关全部强行关闭了。今天我将为你深度拆解这9套完全免费、不需要任何药物，但能直接改写你生物钟的方案。这不是养生鸡汤，这是生存科学。开关1：制造饥饿，启动细胞自噬。我们先来解决最核心的能源代谢问题，这也是现代人身体生锈的根源。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存在2条互斥的代谢高速公路，也就是说它们不能同时开启，只能2选1。第一条路叫 mTOR 雷帕霉素靶蛋白通路，这是生长与繁殖的通路。当你摄入大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或者胰岛素水平升高时， mTOR 就会被疯狂激活。它命令细胞现在资源充足，快分裂合成肌肉，堆积脂肪。这听起来不错，但代价是巨大的。在高强度的分裂过程中，细胞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垃圾，且不进行清理。长期激活 mTOR 就是炎症、癌症和衰老的加速器。第二条路叫 AMPK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通路，这是生存与修复的通路。只有当身体感觉到能量匮乏、资源紧缺的时候，这条路才会被强行打通。一旦 AMPK 开启，它会立刻封锁 mTOR， 并向细胞核下达一道死命令：现在没有食物了。为了活下去，所有细胞立即开始内循环，把家里那些破损的线粒体、折叠错误的蛋白质、病毒的残骸全部找出来，吃掉、烧掉，变成能量。这就是2016年诺贝尔奖的核心发现，细胞自噬，它是你身体里唯一的、免费的、最高效的大扫除机制。现代人的悲剧在于，我们每天从睁眼吃到闭眼，早餐、拿铁、午餐、下午茶、晚餐、夜宵，我们的血糖从未低过，胰岛素从未回落过。这意味着
你有 99.9% 的时间都死死地踩在 mTOR 这脚油门上，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几十年没有启动过 AMPK 了，你的细胞里堆满了几十年的垃圾，从来没人清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沉重、脑雾、容易发炎。所以我们必须人为制造能源危机。最简单的方法不是断食几天，而是压缩进食窗口。黄金8小时，把你一天所有的热量摄入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比如中午12点吃第一口饭，晚上8点前结束最后一口。绝对空窗期，剩下的16个小时，除了水、黑咖啡，不加糖奶、茶，任何有热量的东西都不能碰，哪怕是一勺牛奶，也会引起胰岛素波动，瞬间关闭自食开关。拥抱饥饿感，这是最关键的心法。当上午10点或下午4点，你感到肚子咕咕叫，手指微凉，甚至有点头晕心慌时，千万不要惊慌，更不要急着找饼干。此刻你的肝糖原正在耗尽，你的身体正在切换燃料模式，从烧糖转为烧油，也就是酮体。那种饿的感觉其实是身体在清理衰老细胞的信号。试着享受这种感觉，告诉自己太棒了，清洁工大队正在干活。坚持2周，你会发现那种饭后困倦消失了，你的头脑会像激光一样锋利，因为酮体是大脑最高效的燃料。开关2，接受寒冷，激活棕色脂肪。搞定了垃圾清理，第2步我们要升级发动机。很多人觉得自己代谢慢，喝凉水都长肉，又怕冷，手脚冰凉，这说明你的线粒体细胞的发电厂已经老化了，效率极低。在哺乳动物体内有2种截然不同的脂肪，一种是白色脂肪，就是你肚子上那层厚厚的油，它只存不放，引发炎症。另一种极其珍贵，叫棕色脂肪，它主要分布在成年人的锁骨、颈部和脊柱周围。棕色脂肪是自然界的奇迹，它的细胞里塞满了高密度的线粒体，而且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 UCP1， 也就是解偶联蛋白1。当 UCP1 被激活时，它会切断能量合成的链路，直接把脂肪转化成纯粹的热量。换句话说，棕色脂肪是一台卡路里焚烧炉，激活它，你躺着不动的代谢率能提高 20%到 30%。但是棕色脂肪有一个死穴，它只在寒冷的威胁下才会苏醒。现代生活恒定的25摄氏度室温，让我们的棕色脂肪误以为夏天永驻，于是它们逐渐萎缩消失。我们需要给身体一点寒战的刺激，来欺骗大脑，重启这台焚烧炉。冷水冲击，这是哈佛医学院推荐的入门法。每天洗澡结束前，把水温调低到你目前能承受的极限。定点打击，不要乱冲，让水集中冲击你的后颈部和上背部棕色脂肪的大本营。对抗应激，刚开始的10秒，你会想要尖叫，呼吸急促，心跳飙升到120，这是交感神经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此时你必须用意志力控制呼吸，深吸气，慢呼气，强行把心率压下来。时长递增，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到2分钟。当你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的那一刻，你会感到一股暖流从脊柱爆发，通向四肢，你会觉得异常清醒，情绪高涨。这是因为冷刺激让你的大脑瞬间释放了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浓度提升 250%， 这种天然的神经递质爆发，抗抑郁效果比药物还快。长期坚持，你将拥有一个不知疲倦的供热体质。开关3，主动受热，修复蛋白质。既然说了冷，就必须说热。芬兰有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对象是2000名中年男性，结果发现每周蒸4到7次桑拿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了 40%，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50%。为什么热能救命？秘密在于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热休克蛋白。你可以把热休克蛋白想象成细胞工厂里的质检员和维修工，在蛋白质合成的过程中，为了发挥功能，它们必须折叠成非常精确的3维结构，像折纸鹤一样。如果折叠错了，蛋白质就会失效，甚至变成有毒的垃圾，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大脑里的贝塔
淀粉样蛋白斑块。当体温升高，比如核心体温超过38.5摄氏度时，细胞会感知到热压力。为了防止蛋白质变性， DNA 会立刻下令大量制造热休克蛋白。这些热休克蛋白会像特警一样冲出来，把那些折叠错误的蛋白质重新掰正，或者给新生的蛋白质保驾护航。这是人体防止分子生锈最强大的防线。如果你没有桑拿房，我们可以在家模拟。1. 即热浸泡，浴缸水温调至40摄氏度到42摄氏度，比平时觉得舒服的温度要高。2. 核心加温，全身浸泡，只露出头，保持15到20分钟。3. 生理指标，你的目标是让心率达到120到140次每分钟，相当于中等强度的慢跑，并且大汗淋漓。这种伪发烧状态不仅激活了热休克蛋白，还锻炼了血管的舒张能力。4. 注意安全，起身时一定要慢，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结束后补充大量电解质水，这不仅是排毒，这是在给你的每一个细胞做分子层面的正骨手术。开关4，骨骼冲击，释放骨钙素。你是不是觉得骨头就是一个挂肉的架子，老了自然会脆？这是巨大的认知误区。骨骼是人体极其重要的内分泌器官，骨骼的成骨细胞会分泌一种神仙激素骨钙素，这种激素的功能强大到让人啧舌，它穿透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海马体，增强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它作用于胰腺，提高胰岛素分泌，预防糖尿病。它作用于睾丸和卵巢，维持性激素水平和生殖能力。可以说，骨量流失就是衰老的开始。骨头越硬，人就越年轻，但骨钙素的分泌极其吝啬。它遵循物理学上的沃尔夫定律，骨骼只有在受到外部压力和冲击时才会重塑。更深层的原理是压电效应，骨基质中的胶原蛋白在受到冲击时会产生微电流，这股电流就是开工信号。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鞋底太软了，我们走路太轻了，我们极力避免冲击，结果导致骨骼以为主人不需要我了，于是停止分泌骨钙素，开始溶解自己。光是喝牛奶、吃钙片是不够的，我们要给骨头通电。1. 脚跟重击，赤脚或穿薄底鞋，站直，踮起脚尖，然后完全放松肌肉，让身体自由落体，脚后跟重重地砸向地面。咚，你要感觉到一股震动顺着根骨传导到胫骨，穿过股骨，直冲脊柱。每天做50次，这看似简单的动作是给骨骼发送的加急电报，我们需要支撑，请立即加固。2. 跳跃着地，如果你关节允许，找一个20厘米的台阶，跳下来，双脚着地。这种数倍于体重的瞬间冲击力，是刺激骨密度增加的黄金法则。开关5，憋气训练，提升耐受力。提到缺氧，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大口吸气？焦虑紧张的时候，你是不是拼命深呼吸？其实90%的现代人都处于慢性过度呼吸状态。我们不是缺氧，我们是氧气利用率太低。这背后有一个生化原理，叫波尔效应。血液中的氧气由血红蛋白运输，但血红蛋白是个守财奴，它把氧气抱得死死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才肯松手，那就是遇到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越高，血红蛋白对氧气的亲和力就越低，氧气才能从血液里跳出来，进入你的脑细胞和肌肉细胞。如果你习惯张嘴呼吸，或者呼吸频率太快，每分钟超过15次，你就排出了太多的二氧化碳，结果是你吸入了大量氧气，但因为缺乏二氧化碳这个解锁钥匙，氧气被锁死在血管里，转一圈又被呼出去了。你的大脑和身体实质上处于缺氧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喘气，手脚越麻，脑子越晕。我们要做的是提高身体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度。1. 封口令，任何时候，除非你在说话或吃饭，否则绝对闭上嘴巴。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嘴巴是用来吃饭的，哪怕在跑步，也要尽量用鼻呼吸。鼻腔能过滤空气，还能产生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扩血管神器。睡觉如果张嘴，请使用闭口贴。2. 空气饥渴训练，在散步时正常呼出一口气，然后捏住鼻子或屏息，
开始数步数，10步、15步、20步，直到你感觉到横膈膜抽动，产生中等强度的想吸气的冲动，空气饥渴，再松开鼻子，用鼻孔轻柔地恢复呼吸，不要大口喘。每天做几次，这模拟了高原训练的效果，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变慢了，变深了，但你的精力却变好了。开关6，打开视野，缓解大脑压力。现在的你眼睛正盯着屏幕上这行字，对吗？这叫聚焦视觉。当我们聚焦于近处的物体时，眼球稍微内聚，晶状体变厚。这在进化上意味着我在处理具体任务，或我在锁定猎物威胁。只要你的眼睛处于聚焦状态，大脑边缘系统就会自动判定为警觉模式，持续分泌低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现代人的疲惫不仅仅是体力的透支，更是视觉压力的积累。我们一天12小时盯着手机、电脑、文件，视神经一直紧绷，交感神经系统从未关机，难怪你会焦虑、失眠。你需要学会切换到全景视觉，这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 Andrew Huberman 强力推荐的生理减压法。这个动作只需要2分钟，但效果立竿见影。1. 抬头，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向远处或者墙壁。2. 散焦，不要盯着任何一个具体的点看，试着把眼神散开，就像你在发呆一样。3. 扩展边缘，在保持眼球不动的情况下，用你的余光去觉知这一刻你能看到的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物体，甚至试着去感知天花板和地板。4. 全景模式，想象你的视野像大海一样向两侧无限宽广地打开。当你成功进入全景视觉的那一瞬间，你的脑干蓝斑核会立刻停止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大脑接收到了环境安全的信号，你的心跳会变慢，呼吸会变深，焦虑感会像潮水一样瞬间褪去。这是利用视觉神经直接黑入大脑的后台管理系统。开关7，拉伸筋膜，恢复身体弹性。观察一下小孩子，他们摔倒了就像橡胶做的一样弹起来。再看老年人，身体僵硬的像水泥，摔一下就骨折。人体的衰老很大程度上是筋膜的脱水和粘连。筋膜不仅仅是包裹肌肉的一层皮，它是一张遍布全身的、带电的、充满液体的全息网络。它是人体的第二骨骼。健康的筋膜应该像吸饱水的海绵，层与层之间滑动自如，但久坐不动会让筋膜里的水分被挤干，透明质酸变得粘稠，胶原纤维像乱麻一样粘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肩膀打不开，弯腰弯不下去，整个人被锁住了。单纯的拉伸，比如压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恢复筋膜的张力整合。筋膜最讨厌直线运动，最喜欢螺旋和弹震。1. 猫式伸展，像猫刚刚睡醒一样，趴在地上或扶着桌子，尽最大可能延展你的脊柱，不仅仅是拉长，而是要去感受那层皮被拉开的感觉。2. 螺旋拧转，站立，双脚不动，左手努力去够右后方的天空，身体像拧湿毛巾一样拧转，去寻找那条从脚底一直拉到手指间的筋膜链。3. 弹震抖动，就像运动员上场前的放松，或者狗甩身上的水，全身放松，快速小幅度的抖动。这种高频震动能把水分重新压回筋膜里，化开粘连的透明质酸。每天早上像动物一样动几分钟，让你的身体从干水泥变回湿海绵。开关8，换手做事，重塑神经回路。很多人为了预防脑萎缩，去玩数独、打麻将。村长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你做这件事觉得很顺手、很舒服，那它对大脑的抗衰老作用几乎为零。大脑是一个极度吝啬的器官，一旦它掌握了某种技能，比如打了20年麻将，它就会把这项任务外包给低级神经中枢，也就是基底神经节。大脑皮层根本不再参与，也不再消耗能量。要想让大脑皮层变厚，防止灰质流失，你必须利用神经可塑性。这需要2个条件：专注加挫败感。只有当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怎么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大脑才会分泌负责专注的乙酰胆碱和负责警觉的去甲肾上腺素。这2种物质
会标记那些正在工作的神经元。当你晚上睡觉时，大脑会根据这些标记，通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来构建新的突触连接。别去买昂贵的脑力训练软件，生活就是最好的训练场。1. 左手党，从今天开始，强迫自己用那只笨手刷牙、拿筷子、开门、擦桌子、滑手机。刚开始你会觉得非常别扭，甚至想发火。恭喜你，请珍惜这种烦躁。这种不舒服就是你的大脑正在疯狂生长新线路的证明。2. 本体感觉干扰，单腿站立很简单，试着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切断了视觉信号。你的小脑和前庭系统必须满负荷运转来维持平衡，这能极大激活你的神经控制网络。开关9，建立连接，分泌催产素。最后一个开关，也是最容易被高知人群忽视的，孤独是比吸烟、肥胖、高血压更强的致死因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叫罗塞托的小镇，研究人员发现这里的居民心脏病发病率奇低，尽管他们抽烟、喝酒、吃油腻的肉丸子，这被称为罗塞托之谜。最终答案揭晓，是因为社区关系，那里没有孤岛，3代同堂，邻里互助，大家在门廊下聊天，互相支持。当我们感受到被信任、被连接时，大脑会分泌催产素，这不仅仅是爱的荷尔蒙，它更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炎药和心血管修复剂。它能降低皮质醇，刺激迷走神经，促进干细胞再生。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文化隔阂，往往处于深度孤独中，虽然有家人，但缺乏深度的情感流动。其实不需要你变成社交达人，只需要建立微连接。1. 眼神接触，买咖啡时看着服务员的眼睛说谢谢，和家人说话时放下手机，看着对方的眼睛，哪怕只有3秒。2. 深度倾听，每天花15分钟，完全不带评判的听身边人说话。3. 利他行为，做一件小小的不求回报的好事，哪怕是帮人拉一下门。这种我属于这里，我与世界有关联的感觉，是免疫系统最强大的后盾。朋友们，让我们回头看看这9个开关：饥饿、寒冷、受热、冲击、憋气、散释、拉伸、别扭、连接。发现了吗？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舒服的，甚至它们都有点反人性。但正是这种良性的压力，才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的基因是在几百万年的饥寒交迫、奔跑狩猎中锻造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是为挑战而设计的，舒适是基因的麻醉剂，挑战才是新生的兴奋剂。当你下一次感到饿、感到冷、感到肌肉酸痛、感到大脑笨拙的时候，不要抱怨，那是你身体里的猎人正在苏醒，那是你体内的时钟正在倒流。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去主动制造一点不适，去掌控你自己的生物钟。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觉得脑子里的灯泡亮了一下，请帮村长点一个赞，把这份健康行动指南转发给你最在乎的人。想了解更多关于睡眠质量和激素平衡的硬核知识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继续解密。这里是长寿村村长，祝你拥有一个强悍的人生，下期见。